好，我们直接摊开台宏8039在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数字。你看哦，合并营收其实只有微幅成长8%，但是营业利益却非常爆裂的狂飙了78%，EPS 更是直接翻倍来到0.65元。作为一个平常死盯着数据看的财务数据控，我得说，这是一份非常典型的质变成绩单。不过，如果你切换到法人研究员的视角去看他们背后的技术蓝图，你会发现现在这些获利数字根本就还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底牌。真正的战场在于他们准备对传统 CCL 铜箔基板厂发动的物理降维打击。今天这场深度解析，我们就不留情面的把台宏的财务现实面跟科技梦想面放在同一个天秤上好好称一称。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一场即将大爆发的材料革命，还是会被下游设备上卡死的残酷延迟？今天这场专题的节奏会非常紧凑，我们的战线将从台宏的转型版图开始，一路拆解他们的财务护城河，进行一场承诺与现实的大会考，接着直击战略风险，最后带大家看懂这场无波仙气术的割喉战，以及他们资产重组的强大韧性。第一部分，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看台宏转型与事业版图的全貌。要知道台宏现在到底在盘算什么，我们得先看看他们丢掉了什么包袱。过去他们可是传统软板基材的龙头啊，但说白了，那已经是一片只会杀价的红海。管理层非常清楚，继续在红海里拼量绝对是死路一条。所以从1997年走到今天，他们的质变历程走得非常清晰。他们主动放掉低毛利的订单，甚至在2022年砸下重金去泰国建厂。当时看是个扛着巨大成本压力的豪赌，对吧？但他们咬牙挺过了量产阵痛期。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个泰国厂的布局已经变成他们转向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的最强后盾了。现在的台宏早就不是单靠一条产品线吃饭的公司了，他们建构了这4大支柱。大家可能会问，这些材料在 PCB 上游下游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简单讲，没有这些底层的基板跟模材，下游的电路板厂根本做不出能承受庞大 AI 算力的高阶板，终端品牌也别想做出更轻薄的手机。台宏卡位的就是整个供应链最上游也具绝物理门槛的材料研发与精密涂布环节。目前电子材料负责稳住现金流，而高频跟半导体材料则是他们瞄准未来几年大爆发的终极武器。好，进入第二部分，技术护城河与2026第一季的最新财务亮点。市场上很多公司谈转型都在画大饼，但台宏背后是有极深的物理壁垒在撑腰的。我们先看眼前帮他们赚钱的细线路材料，也就是 Fine Pitch。现在手机镜头跟萤幕一直升级，内部空间被极度压缩，线宽必须从传统的35微米硬生生缩到25微米以下。这工艺门槛极高，能做的供应商真的没几家，这就直接拉升了他们的毛利。再来看看半导体布局的 F-Type 模材，这招真的很杀。传统先进封装用的是液态胶，浪费率高达90%不说，还要高温烘烤。台宏把它做成模材，整个制程变成物理性的一压一撕。最致命的诱惑是什么？是它让封测客户的机台资本支出从4000万台币直接跳水砍到1000万以下。你想想，这种成本诱惑哪个客户能拒绝？而这一切的技术红利直接反映在财报上，就是画面这2个超级夸张的数字。在营收只微幅成长8% 的情况下，营业利益竟然大暴增78%，EPS 0.65元，直接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这完美的证明了一件事，他们放弃低毛利，专注高阶材料的质变转型策略，不但真的有效，而且现在正在强劲发酵中。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极度看重资产品质的人，这张资产负债表绝对会让你觉得很安心。手上握着34亿的现金，过去发行了7000万美元 ECB， 已经全数转换成普通股，债务压力瞬间清零，负债比更是压在30% 以下的极度健康水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宏有着非常雄厚的战争资本，绝对有底气去打接下来这场极度耗时又烧钱的高阶材料规格战。第三部分，我们要来点刺激的咯，预期展望的达标与跳票，一场残酷的大会考。好，有点说完了。身为严格的检视者，我们必须拿公司2025年给出的承诺来跟2026年第一季的残酷现实硬碰硬对决。好消息是，左边泰国厂熬过了学习曲线，良率终于追平台湾厂，这也是第一季获利喷发的最大功臣。高毛利的 Fine Pitch 营收占比也确实如期突破了10%大关。
但是致命的落差在右边，原本乐观预期2026就能看到大贡献的高频 PTFE 和半导体 F-Type 模材全面大递延。F-Type 模材虽然拿到研发认证，但下游的清洗配套生态系根本还没建好，直接被递延到2027年。而重头戏 PTFE 更惨，因为这玩意需要350度超高温压合，下游的高温设备大缺货，交期又长，大规模量产直接被推迟到2028年以后。听到这里，这两个关键时程大延宕，你是不是觉得完了，台宏这下没戏唱了？大错特错，后面我们要聊的可是辉达钦点的底层物理革命啊！在 1.6T 超高频的终极压榨下，台宏这项无波纤技术一旦搞定，那可是要直接消灭高阶波纤部，跨界抢走台光电100亿商机的材料割喉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大盘反弹 ，CCL 龙头台光电大跌，而台宏却能拉出涨停板。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行情，不管我们今天的专题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真正搞懂公司到底在干嘛的深度解析。第4部分，我们来客观评估一下经营策略的冲突，以及现阶段的风险总结。既然这是一场直指未来的物理革命，我们就得正视眼前的战略矛盾。现在的台宏说真的就像是在走钢索。从数据面来看，这张图非常刺眼。尽管他们讲的 AI 材料梦想极度性感，但残酷的现实是，台宏目前依然有超过90%的营收是死死绑定在智慧型手机这类传统消费性电子上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2028年新材料真正放量之前的这段转型空窗期，台宏还是得独自承受消费性电子需求疲软的压力，以及国际铜价剧烈波动带来的转嫁风险，这是他们最大的软肋。但如果你从科技战略的角度来看，管理层也不傻啊，总不可能所有人就在原地干等到2028年吧？为了弥补这段设备断层的空窗期，他们推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折中战略，叫做 Hybrid 混合版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在最关键的讯号层，我给你用超高频的 PTF， 但是在结合层，我退一步用传统的树脂。这招真的非常聪明，因为用了传统树脂，下游客户就不需要去买那种交期无敌长的350度高温机台，用现在的设备就能立刻上线生产，立刻产生营收。他们这是在用折中方案为终极革命争取时间跟市战略。同一时间，针对半导体模材卡关的问题，台宏在2026年进行了一次董事会改组，直接把长华电材拉进了董事会。各位，这绝对不是什么单纯的人事变动，这是一次超级精准的通路布局。长华在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水有多深，人脉有多广，大家都知道。台宏就是要借力使力，利用长华的强大资源，强行跨越那些半导体封闭大厂冗长的验证门槛。第5部分也是整场法说会最核心的亮点 ，PTFE 无波纤技术的物理革命与同业割喉战。为什么法人圈会说这是一场降维打击？我们来白话科普一下 ，PTFE 就是聚四氟乙烯，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铁氟龙，它有着极低的介电场数。传统的高阶铜箔基本里面都必须夹着一层高阶波纤布来做结构支撑，但是在 1.6T， 也就是224 Gbps 的超高频传输环境下，这层布却成了致命伤。想象一下，传统波纤布是编织出来的，表面就像一条凹凸不平的柏油路。当超高频讯号跑在上面的时候，只要一遇到编织的交叉点，就会产生超级严重的讯号歪斜跟能量损耗。而台宏的填料型 PTFE 技术是直接把 PTFE 粉末和陶瓷填料混合做精密涂布，里面完全不用波纤布，这就像是把颠簸的柏油路直接挖掉，帮你铺成一条纯净平滑的物理高速公路。它的 DF 值直接压到 1.7 乘10的-4次方，这完全是业界的顶级极限表现。但是问题来喽 ，PTFE 既然叫铁氟龙，它就有个致命的物理缺点，叫做不粘锅。它极度难跟铜箔粘合，如果你把它做成10几层的4氟气板子，稍微一压，很容易就裂开了。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硬板巨头以前都在旁边看笑话。可是台宏利用他们做软板起家的精密涂布底子跟特殊改质技术，硬生生的把 PTFE 的接着力拉高到了1公斤以上。你知道这有多难吗？这可是业界标准0.5公斤的2倍呀！这代表他们成功克服了 PTFE 最难跨越的物理天线。有了这个突破，这才叫真正的撼动供应链。你看看现在传统 CCU 大厂像台光电、联茂，他们的高阶材料命脉极度依赖日本厂商，像士东纺的高阶10英波纤布，只要日本一缺货，大家就只能干瞪眼。台宏这招无波纤化是在物理层面上直接消灭了对日系高阶波纤布的需求。一旦2028年下游高温设备到位，台宏根本不需要去抢波纤布的产能，就能直接端出符合辉达严苛要求的材料。这就是在降维打击传统 CCU 大厂的100亿商机，非常凶狠。
第6部分，我们把视角拉回现实，来看看财报背后的营运韧性与资产重组动作。战略化的再大再宏伟，公司也得有命活到2028年，对吧？回归财务基本面，财报里面其实藏着2个非常关键的动作。第一个，我们仔细看安永会计师的查核报告，他们将存货列为了 KAM， 也就是关键查核事项。在财务分析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必须高度警觉的红灯讯号。为什么？因为在2025年，为了因应关税风险跟原物料短缺，台宏进行了一波极度激进的风险性备库存策略。当时存货金额一路狂飙破23亿，周转天数冲破91天，这在当时对公司的现金流绝对是极大的压力测试。结果这个巨大的风险是怎么反转的？到了2026年第一季，当初被外界视为高风险的存货，不但没有变成呆账，反而因为全球铜价大飙涨，这批低价库存瞬间变成了台宏最强的隐形护城河。存货成功安全去化，直接带动26EQ1营业活动现金流强势回温，大举流入了4.9亿元。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次极度漂亮，甚至带点运气成分的财务操作与风险转化。第2个关键动作就是极度无情的资产瘦身。台宏在近期果断处分了非核心的玻璃加工子公司兆盈兴业，这家公司1年大概要亏掉1200到1500万左右。台宏毫不留情的一刀把它切掉，这招一出，不但立刻拉高了集团整体的资产报酬率，还顺势回收了6500万的资金。这充分展现了现在管理阶层极强的纪律，只要是拖后腿的包袱，通通砍掉，把每一分钱、每一份资源都狠狠砸在 AI 高频与半导体材料这条终极主线上。总结来说，把冷静的财报数据跟激进的科技蓝图合在一起看，台宏现在确实走在钢索上，但他们手里不仅握着厚实的现金，还有聪明的 hybrid 过渡方案在撑腰。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思考：当整个市场因为 PTFE 大规模量产递延到2028年而感到失望，甚至抛售时，这究竟是台宏转型失败的致命停滞，还是他们刻意趁着传统 CCL 巨头受限于玻纤布缺货、焦头烂额的时候所布下了最完美降维伏击呢？这场材料界的底层革命才刚刚开始，绝对值得我们持续紧盯。那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下次见。